整个这个工艺包括一些材料，包括它的这个骨架、涂装各方面接近天花板了，降维打击写实的涂装如此的震撼，我认为其实已经接近到乱真的超过蜡像的这么一个程度。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大，欢迎收看今天 KD 人形美术馆的节目。今天我们特邀人造人首席玩家矮大紧来到现场。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我跟你讲，每次邀约矮大紧就是人造人有新品推出了哦。那当然这一次如果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就知道人造人已经推出了24R， 其实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因为人造人出新品的速度真的就是精雕细琢啊。这次我们为什么要邀约矮大紧来上我们的节目，是因为24R， 你不要说是我啦，就连我都没有看过，我们只有看到官图而已。那为什么看到官图我们就敢推？是因为人造人一直以来就是最顶尖的存在，也就是天花板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要邀请有摸过、有看过、有拍过的矮大紧来为我们来解析一下。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问一下矮大紧，你这次看到24R， 它跟之前一定会有一个进步嘛？每一次推出都会改善一些事情。这一次的24R 跟以往的 R 系列，甚至以往的人造人会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每一代呢都会有一些变化。当初13R 开始，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经历了有差不多5、6个新的这个新品了。是的，虽然每一代其实都有提升，但实际上就像这个每年发布的这个苹果的手机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家都会吐槽说，有点这个刀工有点非常精确，每一次像挤牙膏一样。这个其实我是同意的，包括人造人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这个现象啊，这也是一个无奈，因为硅胶娃娃发展到现在，其实近1、2年，实际上其实它的整个这个工艺包括一些材料，包括它的这个骨架、涂装各方面减重软度各方面，其实已经到达了当下材料的这个限制的一个接近天花板了。所以其实不管是人造人还是其他家，其实都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次新品它发布出来以后呢，和老的相比呢，它的变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但实际上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提升背后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时间代价各方面的这个投入的精力其实都不小的。每一家厂家其实都在等待一次工艺包括材料本身的一个大的一个跃进式的这个发展，这样子才能突破现有的一个限制和框架，才能够带来像当初那时候应该是17年人造人刚进入到市场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逼真的这种降维打击写实的涂装如此的震撼。是。那么现在这一代呢，我只能说其实也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优化的。稍后我们在这个采访过程中应该会重点提到是具体哪些东西。我们感谢矮大紧的分享哈。那我这次的感受，我觉得这次人造人这个膝盖的这个弯曲的那个自然度，这次真的是改善很多。那这个跟旧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可以从官图里面的，比如说排站的这些图里面会发现，人造人的膝盖其实有2种形态，一种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站立腿的这个姿态，这也是所有产品里面基本上绝大多数都采用的。那么另一种呢是叫做坐姿腿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个其实典型的代表就是近期的这个22号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2组图片的这个对比其实就可以发现，站姿腿的它这个膝盖呢，其实它是由2块膝盖骨组成的，这很明显那么22的那个膝盖骨呢，相对来说它在这个长度上面来说可能就会收的会比较窄一些。那么这个其实是一种两者的区别。上一代的这个坐姿腿它只有1块膝盖骨那么这2者除了形态之外呢，另外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实从它的2个人的这个名词上面来说，其实就已经非常明确能够区别出了。一种是在站姿情况下面能够最好的一个表现力去表现真人膝盖的这么一个造型。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一些超模的一些真人的图片，你会发现其实跟真人其实差不多的。那么坐姿腿而是在于说它进行膝盖弯曲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坐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屈膝动作，超过90度以上，它也可以相对来说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美观的一个姿势。那么它的在膝盖弯曲过程中，它两侧形成的这个形变就会相对控制的比较小。那么我们以往在22号上面其实也可以看到，而这次24其实它依然采用的是站姿腿。这个在人造人的这个体系里面，我曾经也问过官方其实并不是说22它的这个膝盖优化完以后的这个坐姿腿就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标准，这并不是一个对与错或者落后与先进的问题，而是在于说审美上两者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区别那么可能比如说上一代我们采用的是坐姿腿，那么这一代也许就会回归到站姿腿，这两者实际上各有千秋，但没有办法把它们进行两者的完全的这个重合或者说捏合无论是在站姿上面漂亮，还是在坐姿上面也漂亮，这个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的。主要问题也前面提过，受到的是当下材料这个技术的这么一个限制这个在进行巨大的这个角度的弯折的情况下面，是不可能完全不出现一点点的这个变形的因为这和真人的这个皮肤和肌肉实际上还是差别很大的。所以它这一次24实际上其实还是采用了站姿腿，但是它在相对超过90度的这个弯曲的情况下面它也做了一些形变的控制，再加上本身24的本身的体型它是属于比较偏瘦弱的，并不是一些比较丰满的体型，所以它本身在膝盖附近的这个肉我们所谓的肉其实就硅胶，它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薄一些是这么一个情况。的确，这次虽然是站姿腿维持了站姿的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因为它的腿比较细一点，所以即便你弯曲，它的形变也是可以控制在非常少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次我觉得24的腿部真的是让我觉得有惊艳到了。那我觉得这也是人造人的模具的进步嘛。或者是以往的经验收集起来，虽然是站姿腿，但是你弯折的时候还是可以维持自然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次进化。好，这一次人造人它非常特别它虽然整体的这个硅胶的材质这个部分软度听说也有增加，但是其实人造人还有一个选项叫做特级超级加软的这个选项。那这个选项你的理解是什么？它到底是软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软到就是说你拍照起来它都软软的？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在当时21的发布的时候，官方就已经准备好了一种叫Ultra Soft 超软的一个技术，但是当时那时候呢，其实发现说它这个软度和耐久度以及重量，它没有办法做到三者的一个平衡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三者关系是不可共存的三者关系，所以当时其实这个技术还没有准备的非常成熟。官方认为它在其他两个纬度上面来说，其实是有点失衡了，这个极致的软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想办法减轻它的重量，或者说是这个耐久度的这个能够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程度，所以它当时那时候没有推出。那么直到说1年半以后，到了24的时候，那么这一次它经过反复的一个怎么说测试吧，所以他认为已经到达了它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个平衡度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次我体验下来认为这个整个24给我带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升级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这就是一个可选配置的一个超软软度。和上一代相比，大概是能够提升30%左右，而且这不单单只是在胸部，而是在全身。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首先第一个，老玩家都知道人造人大腿它是非常紧实的，填充非常的扎实，所以它是相对来说全身会比较硬的一个部分只是说相对。那么这一代呢在这个经过加软，全身加软以后我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大腿的这个软度也会像比如说屁股或者胸一样你碰它一下，它会进行抖动感这个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第二个呢当我把双手掐住腰，然后来进行左右的晃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知到是全身上下一起都在晃，这个以往也是没有的，而且是在24相对比较瘦一点的身形上，并不是在比如说2221或者说13这种本身比较丰满的这个体型上。
所以这个软度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至于30%也好，25%也好，其实这只是一个数字，但实际上你上手本身体验的这个感受会非常明显啊。这是2个例子。我前面提到过，加软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来代价，那也就是这个不可共存的这个三角关系。很多其实其他家的产品都会有加软，或者本身它就已经很软，那么它的体重可能就会去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范畴里面去，可能一般在市面上面1.65米或者说1.60米左右的身材，它如果非常软的话，它的体重一般都在35公斤到40公斤左右啊。那么人造人这次推出的24R，它本身的身高只有1.65米啊，1.56米，但是它在加软的过程中，它的体重依旧可以压在24公斤，虽然它还不能去对等这个放到比如说1.60米的这个身材上面去，但是即便在1.56米同级别在行业里面，拿出一些其他家的产品来进行横向对比的情况下面，这个体重在加软的情况下，依旧我认为是非常名列前茅的。所以在不对等的这个三角关系里面，其实已经有2点解决了，但是很遗憾，最后一点，那就是耐久程度上面来说，确实没有办法去打破这层关系。这个本身就是因为材料特性本身所限制的。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或者说是强调一下，在选择加软的这么一个工艺的情况下面，一定要对于它的耐久程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心理准备。你的指甲一定要剪干净，不能留长，因为很容易就会在身体上面留下指甲印，因为它太软了啊。同时，也许在运输的这个过程中，它身上就会出现这个磕碰的一些小坑洼，这也是正常的啊。因为在拍摄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会发现，在我不经意的情况下面，身上就会出现一些小坑洼，这就是代价，这就是软的代价。所以一定要在选择之前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和进行判断。那如何去想办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尽可能享受软的同时还能够保护好它？那么我说了，第一个，指甲一定要勤剪啊，那不能留长指甲。第二个，一定要在存放的时候注意它的周遭不能有出现一些比较硬的一些东西，尽量要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比较所谓安全的地方啊。那么同时在日常的这个摆弄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小心，就是在操作的这个所谓的平台上面，也许是在床上面，也许是在椅子上面，一定要去提前检查，不能有太硬的东西硌在下面啊。然后在穿衣服的时候，或者说在摆弄这个姿势的时候，也要注意，就不能手抠得太用力，因为实在一用力的情况下面，有可能就会出现坑洼，好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出现坑洼以后怎么办？你在第一时间发现，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手臂上面会有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坑洼，赶紧把它的皮肤想办法把它给撑开，均匀的撑开啊，甚至于要按到像这个皮下的这个肌理层，把它想办法撑开，多揉搓一下。那么这个坑洼一般来说会在第一时间不会完全消除，但是它会消减，它的程度会减到最弱啊，这个是一个小技巧。但不管如何，话又说回来，我认为这次的软度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很多使用类型的用户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感触上的一个提升，是利好于帕瓦玩家的啊。但是它带来的代价不能忽视啊。对，的确就是说鱼与熊掌真的是不能兼得啦哈。所以就是说软跟普通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谁比较好的问题，只有适不适合的问题。那既然要选择软就相对的脆弱，那你就必须要细心的呵护它。但是如果以我个人而言啊，我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其实我觉得还是普通的这个选项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如同大景说的就是如果你要选择这个特级超软的这个选项，那你就必须要格外的小心的去呵护它。
好，那我们再谈到这一次的涂装的部分，就是涂装的部分有5种选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仿真肤色的这个选项，大家蛮好奇的，因为这是以往没有的嘛。好，那这个仿真肤色到底是怎么样的仿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先说肤色本身，我在4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人造人的总部，然后呢，第一时间看到了当时的24R 的样品，它就使用的是5号肤色。那么第一印象给我的感受就是白，有点冷白啊，就是现在当下最流行的女孩子的最流行的这个冷白的肌肤颜色啊。但是而且它还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5年前当时那时候我刚买人造人的时候，我会发现当娃娃一出油以后，它其实会变得除了反光之外，它会变得透，有一种胶感，甚至于有一种接近于 TPE 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也问过官方，确实在5年前的这个技术的情况下面，就会容易出现一种透感。那么5号肤色是完全解决了这一部分。首先我拍摄大概差不多时间是2个礼拜左右时间，我只有在开箱完以后打过1次粉，打完1次粉以后，然后至今到现在为止没有再打过，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就几乎没有反光的出油反光的这么一个部分。以往在拍摄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它会有反光，那我一般会在临时用这个粉去把它打一打，把它遮一下，就像遮羞一样啊，这个女孩子这个涂这个遮羞粉一样。但是我会发现在拍24R 和新工艺的20R 两者使用5号肤色的情况下面，新的这个材质的情况下面，没有出现过非常明显严重的反光，即便在不打粉的情况下面，这点上面是让我非常意外的，同时也会给我减轻了很多在拍摄过程中的所谓的这个投入的这个精力的这个时间。那我可以安心的可能就直接就拍摄了，而不至于说先看一看发现有一个反光点，然后再过去拿粉笔把它先涂一涂，没有，几乎没有，可能和以往相比大概减少了90%的这个反光和去补这个粉的这么一个时间。顺带便提一下，这次的涂装又做了升级。大家都知道，其实人造人是不使用真人翻模的皮纹的。我也问过官方，官方认为真人倒模的皮纹它没有办法做到一种完美的一种所谓的状态，更多的像的是真人裸露的肌肤，没有上妆的肌肤。这点上面其实和人造人的本身的美感的审美的这么一个理念上来说，其实是有一定冲突的。它是希望在真实和美感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么所以其实这一点上面他就觉得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理念。同时第二个弊端在于说，全身扫下来的皮纹是没有办法100%切合到设计的模型上面去了，所以一定会去进行一些裁剪啊。就我们在玩过 3D 模型的人都知道，贴图可能要进行自己的一些修改，修改完以后进行拼贴的时候会有所谓边界的这么一个融合问题。那么如果你一旦拼得不好，它就会出现一些非常不自然的一些接缝，这一点上面来说技术上是其实很难消除的。所以基于这2个问题，人造人没有使用真人倒模的皮纹，而是用 3D 雕刻的手动雕刻的皮纹，再结合它的本身非常强项的涂装来进行表现它的表皮的这么一个纹理和它的本身的这个涂装。这一点上面24R 给我的感受上面来说，在这块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以往其实我们老玩家都知道它更多是皮下的一些红点看上去很真实，但是它只有红点。而这次呢，它加入了很多青色的部分，其实在模拟真人的血管啊、肌理啊这些部分。以前青色的只有血管，但实际上你仔细去看一下自己的双手，或者说身上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皮肤，你会发现其实会有青色和红色2种交叉在一起。那么这次其实它也是进行了这方面的模拟尤其是在我在看当时那时候24R 胸口这一部分，这是最大面积的。
这一部分去对比真人啊，不是看照片，我是找了一个真人来看，那我就会发现，确实99%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那么官方也说，他们在这一部分上面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真人的对比啊，去做各种的一些参照啊，最后也会发现到说原先少了一些所谓的颜色也好啊，那我们直接看就是颜色嘛，于是他就把这些颜色丰富性的颜色又把它给加进去了，这其实也是增加了涂装上的成本和难度的。那么最终模拟到一个已经我认为其实已经接近到乱真的超过蜡像的这么一个程度了啊，这点上面我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欣喜的一部分。所以之前我也讲到说，人造人其实每年它都在去做一些升级，只是这些升级没有办法像某种特别重大的一些巨变让大家能够一眼马上感受到，但其实你会发现在每一部分去进行近距离观察，或者说在体验的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又做了一些优化，但这些优化并不是特别大，并不是特别容易被发现，但其实一样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代价去研究、去测试、去试错，甚至于造成很多的一些成本的一些浪费啊。那么所以这次我认为5号肤色无论是在本身消除反光和透感，以及结合它的3D 雕刻的皮纹，再加上更丰富颜色的涂装，整体组成的一个效果，就是我认为已经超过了雕像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蜡像它本身的一种仿真程度，基本上跟真人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那么我在我的这次的摄影的这个作品里面，其实也拍了不少的近距离的一些高清的一些照片，就是为了能够体现出这些皮纹的一些特点。所以的确这一次的皮纹再搭配这次的仿真色我觉得就是这个全新工艺的结合啦。所以如果这次买了24我觉得仿真色5号还是首推的嘛，对不对？对，没错，肯定是要选新不选旧。当然其实也有玩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认为3号和5号是可以选择的范围，但如果你只能选择一个，那我觉得肯定毫无疑问选新不选旧，使用最新的5号这个皮纹，5号的肤色，那是最好的。这次除了肤色有5种选项之外，这次眼珠的选项也蛮多的所以这次如果遇到这种选择性障碍的我们真的还是要给出一个方向那这次眼珠的选择其实跟娃娃你要打造成什么主题就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像如果以我个人如果是24它是比较属于日系的，我可能会选择棕色的眼睛。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做 cosplay 或者你有喜欢的角色，那你喜欢的角色它的眼珠是什么颜色，那大概也就是建议是什么颜色。所以眼珠对于你创作而言，你会怎么做选择？首先2点吧，第一个是我会根据它本身设定的一个人种关系来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拍亚洲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所以一般来说我会选择棕色为主。如果是深棕色呢，或者黑色呢，其实难免显得会有一些单调。但是棕色呢，在灯光的这个照射之下无论是太阳光还是在日常的，比如说我拍摄的这个灯光下面，它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淡一些。那么这个呢，会看上去会来得更怎么说呢，丰富一些，颜色会更丰富一些，也会比较接近于当下女孩子的这个喜欢的一些颜色那么当我拍摄欧美题材的时候，我会一般选择2个颜色。那么毫无疑问，第一个就是蓝色，因为这本身就是尤其是欧洲白人他非常普遍的一个颜色然后也会比较特别，比较吸睛，对吧？第2个颜色其实是灰色，因为灰色实际上在真实的欧美人种里面它也会有这个颜色然后因为它灰色的情况下面，它一打灯光以后反而会更明显，就和蓝色一样也都会很明显所以这3个颜色吧，是我比较推荐的3个颜色。至于其他的一些颜色的话，我觉得就看你的喜好了如果说你要把它进行 cosplay 的话那根据头发的颜色或者根据你 cos 的这个人物的颜色都可以来进行那么同时我补充一点人造人的它的眼珠它是用3D 打印的
而且它是球形眼，它不是船形眼，所以它的灵活程度会比船形眼要来得高很多啊。那么然后官方还搭配了每一个里边还搭配了一个拨眼珠的那个棒子，那个细细的一个棒子。那么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再加上它球形眼背后实际上它还有弹簧，所以它会比较灵活啊。那么同时 3D 打印它会专注于这个瞳孔本身的这个层次，丰富的这个层次，所以看上去会比较真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因为它背后有弹簧顶住它的这个球体来进行转动，所以有的时候以前老玩家会跟我说，当买了一个新的产品送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打开以后发现头雕眼珠可能因为震动的关系导致翻白眼或者说眼珠这个不对焦，这不是坏掉，这是一个正常的就是因为震动太大了，它是弹簧了，它并不是像船形眼阻尼如此之大，所以呢它反而会移动。所以这个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尽量这个娃娃是轻拿轻放虽然不会说吓人把眼珠给弹出来，但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回头一看，发现你原先调好的拍摄的时候调好的这个眼珠又不聚焦了所以还需要再调整一下。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碰到的一个小问题、小技巧，好吧？是这样。好，那这一次24在推出以前其实人造人还有推出曼纳的 AP 高定版那所以这次24也顺理成章也推出了这个 AP 高定版的版本